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如果死亡不是终点，如果思念真的能被听见，那么我们该如何与逝去的人交流与重逢呢？2025年2月，一则有关台湾艺人大 S 徐熙媛突然离世的消息，让无数人陷入了恍惚和悲伤。他的粉丝、他的影迷，或是与他的生活有共振的人，亦或是远远的欣赏他的人，都在用不同的方式送别他、思念他、回忆他。昨天还看他的视频活蹦乱跳了，然后今天就离开了，这个太难过了。这真的是太难过，真的是太难过了。他是真真正正陪我长大的人，虽然隔着屏幕，但我觉得就很像那种姐姐或者是亲人。然后我让自己冷静清醒下来，然后我才意识到他是真的走了。因为我到现在每天吃饭的时候还是会看，就包括他主持的康熙，又或者是小 S 主持的那个小姐不惜你。我觉得已经不仅仅是青春而已，他更多的给了那个我自己很多力量。流泪不止，我也失眠了，就没有想过大 S 的离去会给自己这么大的冲击。我们也疑惑，我们不是粉丝，但看到一个个他的离去的消息，心一直隐隐作痛，因为在他身上看到太多我们身上的枷锁了。有人说他的笑容永远定格在屏幕里，也有人说他的灵魂或许正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。方主想说的是，如果灵魂真的存在，那么那些思念是否就有了寄托和安放？那些放不下的执念是否就可以慢慢放下了呢？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就聊着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话题——灵魂，逐渐被科学证实的灵魂。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，这是一档油管的新节目。作为油管新手呢，方竹有请您多多支持、点赞、订阅方竹时间。那我们的节目呢，会在每周六新西兰时间晚上6点来更新。那敬请您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呢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。说到灵魂，很多宗教都相信灵魂的存在。科学家则认为，灵魂是主宰人的思想、行为、精神、感情等潜意识的非物质因素。也有越来越多的中西方科学家用不同的方式来证实灵魂的存在。你相信有灵魂吗？您相信灵魂的存在吗？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，说说您的感受。人死后体重会减轻21克，这就是灵魂的重量。这句话是美国麻省总医院的医生邓肯·麦克道高于1907年4月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文章。文章的题目是关于灵魂的物质的假说，并用实验证明灵魂物质的存在。邓肯医生为了验证灵魂是一种可测量的物质，特殊设计了一个安装在一个很灵敏的秤上的床。试验的方法是让快死的人躺在上面，然后一直精确地测量这个人的体重，看在死亡瞬间体重的变化。死亡的瞬间轻了的部分，就是因为死亡丢失的部分。邓肯医生称这是灵魂的重量。但故事还没完，后来的实验却频频翻车，有人的体重毫无变化，甚至一条狗的体重也纹丝不动。但邓肯医生认为，人类独有的21克是灵魂的证据。但也有科学家说，其实这21克可能是呼吸停止后肺部水分的蒸发。但正是这个不完美的实验，点燃了人类探索灵魂的第一把火。2020年
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杰·彭罗斯爵士抛出了一颗炸弹：灵魂是一种量子现象。这位研究黑洞的科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来证明人类意识产生于大脑神经元中的微管结构，而微管的量子纠缠特性让意识可以脱离肉体独立存在。想象你的大脑有一群电子在跳华尔兹，它们的舞动会让你产生念头。彭罗斯的比喻浪漫又烧脑，死亡只是量子舞蹈的谢幕，而灵魂会像一首未播完的歌，飘向了宇宙深处。爱因斯坦曾说，人类意识是一种能量，肉体消亡后，它将返回电离层。或许他早就预见了量子的答案。这里还有一个真实的实验。英国医生山姆·帕尼尔认为，如果人真的有灵魂，并且人死后灵魂会脱离身体，那么病人死后灵魂脱离身体后就能够看到自己的身体，甚至可以看到医生对他们进行抢救的过程。他在房间的某些地方放置了一些小东西，比如放在天花板、床头柜、桌子下面。这些小东西比如说一本书、一件精美的餐具，或者是一枚造型古怪的戒指。而且这些小东西只有山姆自己知道。那么真的存在灵魂的话，灵魂也应该能够看到这些小东西，那么就能区分出灵魂到底是虚无缥缈的想象，还是客观存在的实体。山姆用了10年时间对100多个病人进行了研究，发现其中有7个被抢救过来的病人醒来后能说出自己灵魂离开时看到的景象，全都说对了。一位女士甚至告诉他，你们的咖啡洒在了第3台仪器的右侧，而当时这位女士明明处于临床的死亡状态。帕尼尔博士的声音在纪录片中颤抖地说，这只能是灵魂出窍的证据。山姆的实验获得了成功，他证实了灵魂的客观存在。在他看来，灵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，有一定的大小，可以飘起来，可以移动。它是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，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。如果灵魂的确存在，那么也就意味着灵魂不会随着我们肉体的消亡而消失。人生前所做的一切，大事小事，好事坏事，也都会随着灵魂带进他的生生世世。而如果我们相信灵魂的存在，我们就会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，也就会坦然地面对生死。更神奇的是，俄罗斯科学家科罗特科夫的实验，他用高压电场拍摄临终病人，发现死亡瞬间会有蓝色的光晕从头顶飘出。尽管有人质疑那是细胞失水，但是那些光晕的形状像极了古老壁画中描绘的灵魂。1980年，一位美国精神科医生、催眠治疗师布莱恩·魏斯博士遇到了一个叫凯瑟琳的病人。催眠治疗中，他突然用古老的法语描述公元前1863年的生活。我叫阿朗达，死于洪水。更震惊的是，他准确说出了魏斯博士已故父亲的名字，一个连病历都未被记载的希伯来语的名字。魏斯博士在回忆录中写道，我们找到他的前世生活的山谷，地质记录显示那里确实发生过特大洪水。当他治愈了今生对水的恐惧，我知道科学该重新定义死亡了。轮回概念讲的是人皆有前世，这个观念是让我进入更高层次的领悟的大门。凯瑟琳为我开启了这扇门，后续则由我为许多人开启这扇门。有些人经由濒死经验接触到更高的领域，有些人透过神秘的遭遇，有些人通过冥想和打坐，而有些人则突然顿悟和瞬间了悟。方法虽然不同，却殊途同归，全部导向一个超然的认知，也就是人的真本性是心灵的，而非
生理的。美国科学家肯尼斯·林格教授，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际濒死体验研究会的会长。林格教授做过一个颠覆认知的实验，调查80名先天盲人的濒死体验，结果37%的人看见了他们自己被抢救的过程的场景，甚至能描述医生领带的颜色。这绝对不可能是幻觉。林格教授在论文中强调，他们的视觉神经元从未被激活过，除非灵魂真的存在。我们再回到节目的一开始，说回大孩子。有人形容大孩子像一匹狼，咬着牙闯过原生家庭的泥潭，娱乐圈的荆棘，婚姻的刀山火海。但这次他走得比谁都快，一场肺炎带走了他，也留下一个终极的谜题：这个从来不认输的女人，她的灵魂会停泊在怎样的世界？或许就像小孩子徐熙娣在姐姐去世后所说的，她只是换个地方继续发光。那个她珍藏的蝴蝶结发夹，那些银幕上的经典角色，何尝不是灵魂的载体？如果可以给灵魂以祝福，方竹就为大孩子的灵魂送上一只会飞的黄蝴蝶。黄蝴蝶是好运、财富和快乐的象征，也祝福所有用心生活、灵魂飞升的人。最后用余华老师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：死亡不是失去生命，而是走出时间。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，这是一档新节目，敬请朋友们多多支持、点赞、订阅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。再次感谢您的陪伴、收听和观看，祝您好运、好心情，我们下周见。